听说现在黄金涨价了。对，我这儿有一个重7两的碗，金碗，想变现，你看值不值40万？黄金确实涨价了，这么大个的碗只有7两，这重量很明显不对啊！哇塞，嘿，你这下边还有落款，乾隆年制，这金碗如果对的话，这算是古董了。对，你说的对啊，乾隆年间好像距今已经几百年了。对对对。那我不卖40万了，我重新定价400万吧。400万。如果真的话，400万确实是不贵。过去像这种黄金的这个物件啊，只有皇帝对吧，他才能用。现在在博物馆这都比较少见。但是细看啊，你看你这碗底这个底部有很多地方它都氧化了。还有，你看这一横一横的，这都是当时模具做完的时候留下了一些痕迹。这东西是哪来的？我给我朋友家里拿的。他欠我40万。说1年给我10万的利息。我这算是抵账的。你放心。你这心也确实够大了呀！借给朋友40万，1年给10万的利息，这很不现实啊！你想想。你想要他10万的利息，他想要你40万的本金啊！这情况，然后你拿个金碗过来抵账了，是吧？这不太不现实了。他平时办事挺靠谱的经常请我吃饭，天天给我买东西平时还开好车住豪宅没想到他借我的钱不还。说实话，这个无事献殷勤啊，这肯定有所图。请你吃饭，给你买东西，这都是为了借你钱。眼前所见的，它不一定就是比较真相。你包括豪车啊、豪宅啊，这都可以租啊，对不对？现在说实话，不按约定还你钱，就说明他手里边没钱，利息还你们。你可被你说对了啊！车是租的，房子也是租的。对，他做生意赔了。对，利息也没给。那对。我趁他搬家，从他保险柜里拿到这个金碗。我看你还是很，我看你还很年轻，知道吧？黄金你这认不懂也很正常，但是你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摆件，你放保险柜里边它只是一个障眼法。你这个是摆件，它并不是真正的黄金。啥摆件啊？对，摆件。刚才你不是说是黄金的吗？还说是古董。他一转眼你就告诉我是摆件，你告诉我能值多少钱吗？这个古董啊，还真是谈不上，也更不是什么黄金。首先，如果说它是黄金的话，它这个比重不对，你知道吧？刚才你说的是7两，这说实话，这大一个金碗只有区区的7两吗？绝对不可能啊，对不对？它这个黄金的密度啊，是所有金属里边是最重的，所以说你这个7两的重量很明显跟黄金对不上。另外啊，就像你说的是古董，这些东西啊，这一看都是机器倒模倒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工艺也不对。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呀。摆件就是个人买到家往那个波骨架上一放，明白吧？当个摆件用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咋说嘞，就是现代的工艺品而已。你要是上地摊上或者是上那个艺术品店，可能也就花100-200块钱就买回来了。你平时100？对，100，市场价大概也就是100-200块钱。对，但是他可是欠我40万呀。欠你40万。200块钱，你说他放保险柜里，他是咋想的？他这个放保险柜里边，说白了就是给你使了一个障眼法，就是对，就是故意迷惑你了。说实话，欠你40万，这个数目啊不小了，咱普通老百姓40万挣，估计得好多年产。那可是我全部的积蓄都借给他，因为信任他嘛。对，所以说这个今晚不是黄金，更不是古董，抓紧时间给他送回去，要你的40万的本金。千万别感觉是黄金，再是古董了，对不对？再为这些小事再大费周折。那我还给他去。对，还给他。每次开保险柜里还故意让我看见。对，给他要钱啊！要钱。好。我现在失业了，2年的时间欠下别人60万的外债。你看这块银元能不能帮我还债？欠别人60万，靠一块银元来还债，确实有点难为情。而且你这还是一块冤大头啊！我这个冤大头可不是一般的银元我爸说好像是银元里面最贵的品种为了这块银元我爸还和我叔年轻的时候打过一架。谁都有年轻的时候，年轻气盛不懂事很正常。如果分家是因为这个银元干一架就不值当了。这个银元啊是所有冤大头里边价值最高的8年，这个年份当年发行量最少，
而您的这一块状态确实是不错。你看壁面带淡黄彩褒奖，说实话，这个银元的价值确实还不了你60万的债啊。你得细致的帮我看清楚。我爸当年因为这块银元和我叔不止干过一家。这都多少年了？因为这块银元有老死不相往来的经历。他们俩当时分家的时候，因为都想要这块银元，所以当时他们俩的火药味儿挺浓。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爷爷说过，就这块冤大头，20年后绝对可以买套房。你看现在咱们这边房价5000多，以120平的面积来算的话，轻轻松松60万是有的。实话实说啊，你这个银元现在根本买不了一套房，你这个价钱算的挺好，只能说明那爷爷20年前把这块银元给捧上天了，以至于闹了恁爸两兄弟因此反目。因为这个银元太不值当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像这种8年的冤大头发行量也大，不可能买到房子。话又说回来，即使能买到房子的话两兄弟分家的话，不应该是平均分配吗？因为我爸是家里的长子长孙，像这种贵重的传家宝，理应传给长子长孙，只有这样才能传承下去，让传家宝发扬光大。长子长孙这个理由，时至今日分家拿出来当借口的话，确实是不能服众。还有就是你这个8年的冤大头像你说的要传承下去，你这忽然间拿出来就要卖了，这不是很明显的这个银元到你爸这一代就要销声匿迹了吗？我家就我一个独生女，要不是我这次欠别人那么多钱，我也不会把它拿出来。再说我爸也不知道我要卖。恁爸知道了也没啥，因为像这种冤大头在我们普通人家里边当传家宝的太多了，基本上大家都会在急需用钱的时候都会选择把它们卖掉。最主要是冤大头币种本身就不值钱，是目前所有银元里边存世量最多的币种，一共发行了3、8、9、10 4个年份。这个3、9、10年份大家都知道是最多的，只有这一个8年它这个发行量是最少的。话又说回来，发行量再少它也有它的市场价，而你这个8年大头又是裸币，裸币通常都要看状态来定价来。从状态上来说，你这个银元还挺好，壁面褒奖刚刚好，带一层淡淡的淡黄彩褒奖，夹合面你看多少还带一点底光，很明显这是一个接上点的板，实心叶再加上它这个字口加粗，多少壁面有一些流通痕迹，整体品相说起来还不错。60万的话你也不用再想了，市场价也就是3000来块钱的样子。3000多？对，你别拿我开涮了。这块银元我爸辛辛苦苦挣回来的，可我叔都不说话了，让他知道了肯定要吐血。是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吐血也倒不至于。刚才你拿出来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为了这个银元兄弟俩亲人之间反目，真是不值当的。你别说值3000，你就是值3万，也不能为了这点钱伤害兄弟之间的情谊。建议呢，还是给恁爸拿回去，作为修复恁爸和他兄弟之间的情谊。上一代的恩怨和我这一辈没1毛钱的关系。为了我赶紧还清这60万的外债，卖3000就3000吧。那行吧，既然你对价格满意，那就变现也行，给你留3天，有什么变动及时沟通联系，好吧？好嘞，谢谢。